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何婉初跟男友维持了3年的异地恋，却在七夕的这一天，没等来男友的陪伴，反倒被他的妻子堵在公司停车场了。眼前的女人温柔恬静，微微一笑间竟有2个酒窝，但眼里却没了一丝的亮光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是李霆锋第3个情人了。说完，他嘴角挤出一丝苦闷的笑意。你说李霆锋结婚了？何婉初一张绝美的小脸瞬间变得煞白。做了3年的恋人，他一直对她极为宠爱，甚至相隔2个城市，李霆锋也能每周都来与她约会、吃饭、送礼物，再回到小公寓做着情侣间极尽温柔的事情，让他曾一度被感动哭了，直言李霆锋值得他付出一切，甚至生命。然而在眼前女人面前，何婉初竟变得卑微而可恶了。对不起，何婉初能说的只有歉意了。她知道根本没用，但被他蒙骗了3年，好像自己也是受害者吧。你与他们不同，何婉初，如果我与李霆锋离婚了，我们俩能成为朋友吗？女人很有诚意地看着他，却被何婉初直接婉拒了。跟前男友的妻子做朋友，她觉得真没必要。深夜，门外传来急促敲门声。何婉初打开门的瞬间，李霆锋将她拥入怀里，想要亲吻粉嫩的唇瓣，却被他一把给推开了。四目相望，李霆锋竟有些受伤地说：婉婉，那个女人是不是来找你闹？那个女人？她说是你妻子，你们是领过结婚证，在长辈们面前办过酒席的真夫妻。何婉初倒抽一口凉气，一双美眸都变得冷漠了。李霆锋拧一下湿透的西服，一脸乞求地说：婉婉，我是冒大雨赶过来的，浑身都淋湿了，能让我进去换身衣服吗？见他一脸冷漠，他又低声恳求地说：婉婉，就算为你自己，让我进去跟你说清楚，不然让邻居听到，会让你很为难的。何婉初苦笑着摇摇头：我不在乎，反正明天之后我就要卖掉房子去外地了。他不能改变过往的错误，那就换个地方重新开始，最起码不用睹物思人，也跟李霆锋这个渣男彻底的结束。婉婉，你说过的会一直爱我。李霆锋一脸深情地说：我不会爱一个渣男。何婉初想要关门，却被他单手给撑住了，无法，两人只能僵持在原地了。李霆锋沉默过后，才一丝愧疚地说：婉婉，我跟那个女人是商业联姻，根本没有感情而言的，我爱的只有你一人。他竟被逗笑了。可他说了，我是你第3个秘密情人。李霆锋，既然事情败露，再这么纠缠不清，只会让我更瞧不起你。好吧，既然你执意要分手，我想给你补偿。李霆锋将一串钥匙递给他，这是市中心别墅的钥匙，粗略算就值500万。如此大方的分手礼，让何婉初眼神一亮了。李霆锋，你等我一下。说完，他把门直接关上了。等了大约10分钟，何婉初才额头冒汗地打开门，将手里的一个行李箱塞到他手里。这是你3年来送我的礼物，不多不少都在这里了。对了，行李箱也是你送我的，正好不用归还了。李霆锋，我们分手了。婉婉，我不同意。他话刚说完，就被直接关在门外了。李霆锋本以为何婉初这么爱他，就算是知道真相了，
也会因为爱而选择原谅自己。毕竟他是真的爱着何婉初，除他之外，没有人能让他如此失控。他有深思熟虑地想过，有朝一日跟妻子离婚，就只对何婉初一人好，毕竟他是真的想过娶她。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他竟第一次被女人甩了，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何婉初在到处碰壁后会选择回头。没了他的保驾护航，何婉初应该是寸步难行，而且过惯了富足的生活，让他吃苦受累的打拼，估计熬1个月都是极限了。婉婉，我等你回来。李霆锋发出去的信息出现一个红色的感叹号，让他脸色瞬间就铁青了，手机也被直接扔车后座，屏幕摔得一个细碎。这一刻，他觉得自己是真失去何婉初了。几天后，何婉初就落地新的城市了，望着陌生的环境，还有空空如一刚租好的房子，他不禁扯一下嘴角，一切重新开始，或许才是最好的安排。对不起。赵怀征将行李箱扶稳了，才抬眼望向了何婉初，只是无意的一瞥，就被她白皙透光的绝美容颜给惊艳到了。没事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何婉初想要提箱子走人，却被他追上了。你是新搬来的吧？我看你这么多行李，你若是信得过，我可以帮你拿上去的。赵怀征主动的搭讪，竟被他笑着婉拒了。我看你拿着文件袋，应该要去谈生意吧，就不麻烦你了。直到看他渐渐消失在视线里了，赵怀征才收回视线，望一眼时间，不得不开车去约好的餐厅。整个饭局上，赵怀征都是心神不宁，看着是在热情的敬酒，心却早飞远了，以至于喝得烂醉，项目却还是谈崩了。但他心里似乎还提高兴，因为自己终于知道心动的感觉。隔天清晨的时候，何婉初刚走进电梯，就一眼认出赵怀征了，两人相视而笑，他还主动地给让出一个位置，让本来拥挤的电梯给他留出不小的位置了。你也是这个公司的？他强装淡定地随口问。何婉初微微一笑，我是第1天入职。正在这时，电梯门砰一声开了，他随着人群走出电梯，而赵怀征追出来时，人已经消失不见了。他有些失落地长吁一口气，怎么项目没谈成？今天状态这么差？一个男人在他身后低声地问。林总，咱们公司来新员工了。赵怀征一脸兴奋地低声问。你是实习生？我是公司的林总，你问我合适吗？林总故意将两人拉远，赵怀征只能又凑过去，笑呵呵地低声说，姐夫，你跟我说说呗，不装高冷了。我哪敢装，就怕在公司喊姐夫对你影响不好吗？赵怀征紧跟着林总走进办公室，亲手给姐夫泡一杯茶，才挨着他坐下来。销售部刚来一个女领导，年龄29岁，不过比你大5岁。小郑，你不能看上她了吧？姐夫，我就是好奇问一下而已，走了呀。赵怀征战术性地离开了。不过才走到门口，就被本部门的张经理给逮住，不太客气地指着他说，你工作没做好，竟想着去攀附领导。小赵，你再不好好做项目，就是林总也救不了你。公司上下没人知道他与林总的关系，所以工作3个月了，赵怀征经常受领导的挤兑，只因为他刚来公司的那会儿，
公司的女同事都对他很迷恋，连张经理暗恋的女孩也对他芳心暗许，可想而知他立场有多危险了。赵怀征长得帅气，在男人里算是屈指可数的样貌，但却成了公司里男性的公敌，就连工作也很受排挤。张经理，我明天一定签合同。他附和的点点头。一旁的张经理本还想数落一顿，见何婉初走过来，两眼放光的迎过去。何经理，你刚来公司，要不我带你去参观一下？好啊。何婉初临走时上下打量一番赵怀征，这是你的兵？是啊，不过刚来公司，还没做出一点的成绩。张经理生怕某人再成了香饽饽，这可是他的女神，谁也别想跟自己抢。确实不够优秀，比张经理你差远了。何婉初刚转身走，张经理就紧跟着去他办公室，眼见他们消失的背影，赵怀征嘴角微扯一丝笑，姐姐这是在帮他转移火力呢。停车场，何婉初眼瞅着车被拖走，心里一阵寒凉。就在发愁如何回家的时候，赵怀征从身后过来：何经理，我们俩一个小区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，我还是打车吧。他说着就拿出手机，要点开打车软件，却被赵怀征直接拉一旁，低声地说：张经理已经快下电梯了，你车在哪？何婉初刚坐上车，远远就看见张经理往这边走来，而他们开车正好从他身边溜走，好险呢。公司有暗恋张经理的女同事，你今天跟他待办公室1个多小时，可能是他误会了吧。赵怀征解释着，他刚来第1天就被砸车胎这事。你一个实习生，开这么好的车，难怪你们张经理对你苛刻。他尴尬的一笑，车是2手的，我跟你犯了一样的错误，才会让他这么嫉恨，就是你们部门的肖玲，他已经追求大半年了，不过现在他已经换目标了。赵怀征有些紧张地扫他一眼，何婉初眉头一挑地叹口气，刚失恋的他不适合开启一段新感情。何经理，我们是邻居，你又是第1天上班，不如我请你吃饭吧。去你家吗？他盯着他问。好啊。赵怀征都不住地笑了，在何婉初看来，此时的他与白天的张经理没有差别。我到家了。何婉初指了指楼牌号，见状，赵怀征稳稳地停在路旁了。见他直接下车，他也跟着追出去了。何经理，我就是想感谢你，今天为我解围，真没有非分之想。我刚失恋，现在对所有男人没兴趣。真的。他一脸兴奋地说，尤其对比我小的男人，更是避之不及。还有，不许透露我住这个小区。何婉初在警告他后，才转身走进单元楼。他嘴角闪过一丝笑，现在男生还真好唬，赵怀征刚才都快被吓哭了。其实，在他落荒而逃的时候，赵怀征就没忍住的笑了。他没想追求何婉初，就是单纯的觉得姐姐好温柔，想多靠近姐姐而已。某日晚上的酒局，赵怀征踉跄着从屋里走出来，就看见何婉初也在这里，眼瞅着他被一个混混盯上，就紧跟着追去洗手间了。媳妇，我来接你了。小混混一听这话，连忙趁机溜了，而何婉初已经被他挽住腰的带进怀里。你乱喊什么？有个黄头发的男人刚才一直在你身后鬼鬼祟祟。他低声解释，一脸的委屈巴巴，
就让何婉初语气柔和了：“谢谢啊。”等一下。说完，他就直奔男厕所了。大约5分钟后，才有些醉意地靠在门框上，眼眶通红，显然是刚刚吐过。为了工作这么拼，就不怕喝坏身体。只要能签合同，这一切都值了。尤其是在他面前，赵怀珍更想表现得淡定一些，毕竟成功的女性都喜欢有上进心的男人。那你好好工作，我先撤了。他一直不喜欢应付酒局，逮个机会自然想溜走。何经理，你少我一段吧，我今晚实在喝不下了。你可以找酒驾。何婉初一口拒绝了。我没开车来，回去的路费，我想能省就省，还有3天才发工资呢。他苦憨憨的一笑。实习生就是这样，若无家里帮衬，在大城市租房子打拼，很有可能会连房租都交不起。走吧。他之所以答应，是觉得能帮就帮吧。自己在刚开始就业的时候，也是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，才会被李霆锋的花言巧语哄骗，误以为他给的就是爱，其实不过是被他圈养的金丝雀。在李霆锋眼中，何婉初被安排呵护得极好，换做自己生活，估计连个工作都找不到。但他是真小瞧何婉初了，他之前的那些工作成绩，除了一开始的引荐，其余的工作都是他努力的成果，只是为了讨好他，而故意说成是他朋友的照顾，没想到竟被讽刺，连生存下来都难。何经理，我就眯一小会，到地方你晃醒我。赵怀珍怀疑自己喝到假酒了，才不过1斤酒，就让他浑身难受起来，胃里更是火烧火燎。司机师傅，能帮我一起扶他回家吗？我可以加钱。何婉初低声地问。没问题，扶客人上楼也是我的工作，不用额外费用。司机帮着他将人放在沙发里，就急匆匆离开了，因为就在刚才，他已经又接一个新单子。何婉初刚从浴室出来，就见赵怀珍正踉跄着往卧室走，吓得他忙追过去，一把扯住了衣角。喂，这是我的卧室，要睡觉回你家。赵怀珍微睁眼眸，一脸醉意的上手摸一下他脸颊，憨憨地说：何经理，我可以叫你姐姐吗？不能。他跟他没这么熟，也不想被一个小奶狗纠缠。姐姐，那我能喜欢你吗？赵怀珍猛地将脸放低，突然的偷袭让何婉初脸色一惊，身体本能的想往后退，却被他单手掐住纤腰，两人就这样贴在一起了。赵怀珍，你既然醒了，就自己走回家吧，我这里房子小，容不下2个人。姐姐，你在害怕？赵怀珍再次低垂下头，完美的低头纱让何婉初脸色刷就红了。那个，谁怕了？姐姐也是当过情人的女人，怕你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她脸色渐渐变得暗淡了。见状，何婉初一把推开她，径直坐在沙发里，边喝果汁边调侃地说：赵怀珍，怕了你就走。他之所以来到新城市，就是不想被人打扰生活，小奶狗的试探只会让他觉得反感。姐姐，我心疼你的遭遇，这是真话。但在下一秒后，赵怀珍就靠在他肩膀，沉沉地睡着了。他严重怀疑今晚的酒绝对的有问题。而被他占便宜的何婉初无语地叹口气，费尽力气从沙发里抽身出来，看着蜷缩在上面睡觉的某人，他将一旁毯子给他盖上，逮哪都能睡，
真以为自己是路边的小狗啊。隔天的早晨，餐桌上摆好早饭，何婉初是闻着香味起床的，却见家里早没她的影子，才慵懒地伸下懒腰，边吃边喝着鲜榨果汁，不禁感叹赵怀征虽然昨晚胡闹一通，但却是个好厨子。他瞥一眼茶几上的字条，首先感谢姐姐的收留，如有机会可以请姐姐到我家吃顿饭。何婉初发誓，这是他吃的最饱的一次，就连到公司了，嘴角也是满足的微弯着。本想去冲杯咖啡，却看见赵怀征在被张经理数落，他没有直接上去劝架，而是转身去林总办公室。再出来时，他就朝赵怀征递个眼色，他兴冲冲地站在他身后了。怎么个意思？张经理不悦的眉头一皱。何婉初淡淡的一笑，张经理，我看你不怎么喜欢赵怀征，不如把他给我，我们部门正好缺个助理。明着要跟我抢人。张经理心里很不爽，何婉初不过才来公司几天，就想着挖墙脚，未免也太嚣张了吧。更重要的一点，他看上的女人竟为了个实习生跟他公然挑衅，老虎不发威，真当他是病猫啊。张经理，我只是帮你解决掉不适合你而你又不喜欢的下属。我没有不喜欢他，相反我一直在督促赵怀征，让他努力拿下项目，可以顺利的转正，是吧，小赵？一般的情况下，此时此刻赵怀征是不敢反驳他的，但张经理万万没想到，他手底下的赵怀征竟是一个例外。我想跟着何经理工作，这是你的调令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助理了。何婉初不是故意要树敌，但看到几次张经理一味地打压赵怀征，就忍不住出手管了。人都是慢慢成长，没人生来就是强者。何经理，谢谢你帮我。赵怀征感激的眼神都变得更深邃了。他来姐夫的公司就是想从底层开始锻炼，但万没想到会被直属领导打压、嘲讽，让他一度觉得自己是真的太差劲。但自从遇到了何婉初，他的善良就如一道光般照亮自己，让他阴霾的心终于有一丝的信心了。最初的相识是惊艳于她的美貌，但在相处的时候，赵怀征竟被她独有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。我是真缺一个助理。何婉初将一堆文件塞给他，就迎上他的眸子，一脸淡漠地说，好好工作才能在公司站住脚，不然下个月你就会被不具备能力的理由而被提前结束实习期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赵怀征郑重地点点头，在与他眼神相碰时，避免不了地闪过一丝痴迷。炙热的眼神让何婉初刻意忽略，最好如此，这是你新工作安排，出去工作吧。看到他离开，何婉初才长吁一口气，该死，他竟被一个小男生给整脸红心跳了。一定是最近睡眠质量不佳，才让他精神恍惚，变得容易有情绪波动，所以刚才不是上头，而是身体的不适罢了。婉婉，你最近还好吗？何婉初握紧手机，不耐烦地轻咳一声，李霆锋，你用别人的手机给我打电话，真有够无聊。你这个大老板难不成失业了吗？那你把我从小黑屋拉出来。他语气中有一丝的撒娇。李霆锋，我们俩的关系好像没熟到是好友，有话就说，不然我挂断了。何婉初把手机开了外放，一边摆弄窗台的花，
一边听他说：“婉婉，我听说你在公司与同事的关系很紧张，要不要我帮忙处理一下？”“不需要。”这时，赵怀征推门走进来了，手里拿一份文件，是他这几天跑出来的项目合同。本想拿来找他签字，却听到了男人的声音，就让他神色都紧张了。“婉婉，你现在追一个小奶狗，是为了报复我吗？”据我所知，他就是一个菜鸟实习生，除了长得还不错，简直一无是处了。这样的人不可能给你想要的生活。李霆锋不客气的贬低，就让赵怀征脸色更难看了。他清下嗓子，故意地说：“姐姐，我来给你送午饭，让我喂你好吗？”“嗨嗨！”何婉初朝他使个眼色，暗示他可以先离开了。赵怀征却直接坐他身边，一脸深情地盯着他：“姐姐，我没钱没能力，但我有颗只爱你的心。”说完，他低头吻上了粉唇，顺势将恼人的电话给挂断了。就说小奶狗的占有欲也不是一般的强。“你刚才在干嘛？”何婉初将他人推向门口，却见赵怀征将门又给关上了。“何经理，我是不想你被他欺负，分手就是仇人，没啥好联系的。”“的确有道理，谢谢你刚才帮我解围，现在可以走了吧？”他战术性的转身，是不想被他看出自己紧张。赵怀征在他身后低声的来一句：“何经理，我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了，这都离不开你的鼓励和帮助。”“继续努力。”赵怀征见他漫不经心的哈咖啡，只能开门走人了。直到人回座位上了，周身还是一股子燥热。午休时间，何婉初趴桌上，脸色煞白。她不过是喝了一杯冰咖啡，就胃疼病犯了，翻江倒海的感觉让她险些晕厥过去。门被轻柔地推开了，赵怀征手提一份外卖，来到办公桌旁，见他脸色很难看，弯腰将他抱起来，径直往门外走。“我就是胃疼，你赶紧放我下来。”何婉初用眼神瞪他，被他这么抱出去，估计以后少不了的绯闻。他可不想成为公司里女同事们的公敌。“我送你去医院。”他没有被唬住，而是执拗地开车送他去医院了。何婉初在医院挂吊瓶，公司上下已经传疯了，女领导潜规则男下属，还逼着他与自己一起生活，日夜纠缠，眼看就要被他给掏空了。“你已经陪我一天，可以回家休息了。”赵怀征温柔地将他放在卧室的床上，还不忘贴心给他一杯温水，才一脸羞涩地说：“姐姐，我可以提个要求吗？”“要多少钱？”何婉初以为他是囊中羞涩，说话空隙就想用手机给他转钱，却被赵怀征握住了小手。“姐姐，我公寓被房东重新装修，你能收留我2天吗？你是早有预谋吧？”何婉初直接给他转1000块，才又说：“去外面住酒店吧，姐姐家里不留异性。”就在他强撑着身子要把他推出门外的时候，天空响一声巨雷，让何婉初一愣，要下雨了。他平生最怕打雷，尤其是身体虚弱的时候，他更不想独自面对孤独。“姐姐，我最怕打雷，要不就收留我这一晚吧。”赵怀征看透他的心思，却看破不说破，反倒把自己整得娘唧唧的。“好吧，那我给你熬粥喝。”赵怀征兴冲冲地往厨房走，身后何婉初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别太寡淡，我吃不习惯白粥。”橘黄灯光下的茶几旁，“姐姐，
粥好喝吗？还行。何婉初一脸享受的喝着迄今觉得最棒的粥，余光一瞥，却见赵怀征一脸痴痴的样子，盯着他看，就让小脸无端红了。我脸上没饭，还真有。赵怀征用指尖擦干净他唇角的饭渣，一脸宠溺的神色，让何婉初轻咳一声：“那个，我要不帮你岳父一家酒店吧？装修可不是小事，你也不能老住外面。姐姐对我真好。”嗨嗨，赵怀征，咱俩是上下级关系，就算是下班时间遇到了，也该喊一声何经理。他温声的纠正：“邻居间不该随意一点吗？姐姐。”他笑呵呵地盯着他，没有一丝要改正的样子。赵怀征，你都是这么撩拨姐姐们的吗？何婉初将碗筷放下，一脸严肃地盯着他。这小子不会仗着几分姿色就想对他下手吧？他是久经情场的人，就算现在内心空虚，也不能被弟弟的温柔攻势产生一丢丢的感觉。我只对姐姐好，因为只有姐姐对我好。赵怀征对他的态度，起初只是邻居家的关心，后来就渐渐变了感觉。何婉初把他从酒吧捡回来，又当张经理的面将他护在身后，他才终于意识到有姐姐的保护是真香。他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常年健身，但自从认识了何婉初，赵怀征才突然发现，一身的腱子肉根本就白练了，哪有姐姐来的有安全感？赵怀征，我再次友情提醒你，姐姐是有毒的，不适合你这种小绵羊，懂吗？何婉初将两人距离推开，才起身往卧室走去，身后的1.8米大个竟弱弱的来一句：“姐姐，外面在打雷，要不我们一起睡？”“好啊。”赵怀征兴奋地跟他进屋，结果却是姐姐睡床上，而他只能打地铺，两人隔着一道门，像是在最近的距离，又是最远的感觉。那个，你24岁了，谈过几个女朋友？因为外面狂风暴雨，又伴随着打雷声，何婉初只能强装淡定的跟他没话找话聊。这种恶劣的环境，他根本就不敢睡。我没谈过恋爱。赵怀征侧脸盯着他，在台灯的光晕下，一张小脸更白到透亮了，就是紧张的小模样，让他又爱又心疼了。你难道不会喜欢男生吧？何婉初单手托腮地望向他这边，两人眼神相交，灼灼的目光让他躲避地把身子躺平了，心里一阵的小鹿乱撞。该死，他竟然脱了上衣，结实的胸肌若隐若现，让他单是看一眼就脸红到耳根子了。此终于意识到弟弟根本不弱，相反是脱衣有肉的型男，突来的诱星好货直接撞到他心坎。只是刚刚遇到喜欢的女生，姐姐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稳重霸气，还是小奶狗的弟弟，亦或者是书卷气的优雅？如果回答不了的问题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装睡。何婉初背着身发出匀称的呼吸声，赵怀征无奈的苦笑，眼神里却尽是宠溺，就这么静静地看他睡觉，竟也是一种满足。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希望永远都这么守着他，嘴角不自主地上扬，像极了吃到糖的小孩。翌日清晨，何婉初看一眼怀里的人儿，吓得大气不敢喘。就在他想要起身的时候，赵怀征猛地睁开眼，一脸痴情地在他额头蹭一蹭。姐姐，昨晚我们俩说到重点时，他竟欲言又止了。我不会轻薄你了吧？
赵怀征羞涩的脸颊微红，不用说话，何婉初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好吧，我可以对你负责，但我要提前跟你说，我有一个前男友，他曾经让我当了3年的情人，而我却毫不知情，所以我就是别人眼中最讨厌的女人。既然要交往，他有必要把最不堪的一面告诉眼前的男人，不为了吓跑谁，就是单纯再讲一段过往。从他开口的那一刻，这段不堪的往事就已经不再重要了。我喜欢你，不论好的还是坏的。何婉初翻身将他压在身下，抵住了下巴，才低声地说：赵怀征，是你把我从床上拽下来吧？你真是人小鬼大。姐姐，真是你梦游赖我怀里的，毕竟我才是被你占尽便宜的受害者，不过我喜欢。话落，他主动吻上了粉唇，只是微微一碰，两人就相拥在一起，难舍难分了。清晨的阳光很美，而他们也很幸福。一场欢愉过后，阳台上的角落，赵怀征看着10几个未接电话，不情愿地接通了。喂，赵怀征，我在餐厅等你到半夜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电话那头的刘文熙压住怒火的开口问。我有重要的事，所以没及时赶过去，你等不到可以离开的。他有明确表示过，并不想去参加他的生日宴。林大哥说，你在追一个女孩。已经在交往了。一提到何婉初，赵怀征就声音都变柔了。刘文熙听他这语气，气都要炸飞了。他比你大5岁，还偷偷做了3年的地下情人，而被他伤害的女人正好是我表姐赵怀征。我现在要见你，我要给女朋友做早饭，没时间去赴约。还有，我知道他的一切，不需要你来诋毁他。说完，他就直接关机。今天是周末，而他们又刚开始交往，不想被无关的人打扰好心情。赵怀征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何婉初坐在他对面，吃着刚做的早饭，低声问。喜欢还需要理由吗？他肯定地点头。赵怀征微顿几秒，我承认贪恋你的美色。何婉初低头继续吃饭，嘴角却闪过一丝笑。本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上别人，没想到竟被一个弟弟把心给彻底搅乱，竟稀里糊涂就答应交往了。这算不算一见就误终生啊？他不是一个热心的人，却在遇到赵怀征的时候，主动从酒吧把他捞回来，再看到他被张经理一再欺负，就挺身而出的将其护在身后。女强男弱，竟激发起他的保护欲。而就在刚才，何婉初竟发现弟弟其实并不弱，相反体能不是一般的强悍。讲真的，你有没有套路我？有一点吧。赵怀征亲口承认害羞的样子，让何婉初又爱又喜了。有力气又容易害羞的弟弟，他这是捡到宝了。可我对你却是毫无保留，没有一点的秘密了。他有点后悔的一皱眉。姐姐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心疼你，也更爱你。何婉初被他说红眼了，眼泪汪汪的样子，让赵怀征捧住她的小脸，温情款款地吻上粉嫩的唇角了。他从来都不在意他的过往，只想在未来的每一天，他的生活里只有自己的存在就足够了。1个月后，何婉初将一份精美的礼物递给了刚摘下围裙的赵怀征。送你的。突然的送我礼物，姐姐，今晚我要更努力一些了。赵怀征将她拽进怀里，先是一解相思之愁，才看一眼礼物，
是他们一起逛街时，他无意瞥一眼的新款手表，现在就出现在自己手中，让他感动的眼眶都红了。太贵重了，他哽咽地说。何婉初伸手摸一下他脸颊，占尽便宜的一笑，趁我现在还能养你，你就偷着乐吧。等哪一天我万一失业了，你手里这块表倒是可以变卖了改善生活。姐姐，到时候我养你。好，我等你养我的那一天，希望能如期而至。吃完了晚饭，何婉初就被某人抱着进屋了，两人温柔纠缠了许久，才相互依偎在一起。如此温馨的时候，让他不禁又想问一句了：赵怀征，你开始后悔喜欢我了吗？姐姐，是不是我没喂饱你？你这会想给我挖坑，好有机会跟我提分手，再去找别的弟弟。赵怀征低头轻咬一口他唇角，见他吃痛的要开骂，趁机又深吻上去，惩罚而又霸道的吻，让何婉初只剩交心号喘连连了。原来弟弟生气的时候也很凶啊，不仅将他嘴唇亲肿，更是一夜不停歇，让他最后累瘫在他怀里，才被赵怀征轻咬一下耳垂，随后低沉地说：姐姐，说你爱我，离不开我，我爱你，也离不开你。何婉初说的有些敷衍，而赵怀征却听得嘴角微扬，将他的纤腰攥得更紧了。若说何婉初总少一些安全感，他好像更胜一筹。就在他们相爱半年后，何婉初在拒绝他3次后，终于答应跟他回家见家长了。姐姐，为了不让你有反悔的机会，我想先去见你爸妈。可以啊，等过年的时候，我带你回家见他们。何婉初已经3年没回家过春节了，都是为了迁就李霆锋。在他相见自己的时候，他随时都可以出现。他居然为一个渣男忽略父母这么久，还真是不孝。今年的春节，他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年。不是谁的女朋友，只想做爸妈的好女儿，陪他们看春节晚会，吃爸妈亲手包的饺子，就是他最怀念的幸福。姐姐，离过年还有8个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不出手，给你丢脸了？他一脸委屈地问。何婉初捧着他的脸，先是在薄唇印上一吻，才一往情深地表白：弟弟，姐姐一直喜欢你，别这么敏感好吗？还有，我已经快饿昏了，你的晚饭啥时候端过来？谁想到赵怀征竟然将他直接扛进屋里。姐姐，我想你了，我要吃饭。被丢在床上的何婉初大声地抗议。赵怀征轻身压过来后，在他耳边低低地说：姐姐，求你先喂饱我好吗？他适时封住了粉唇，不给他一丝点反驳的机会。一场的欢爱让他们又一次沉沦了。某日午休的时候，刘文熙终于见到何婉初了。眼前的女人脸蛋绝美，身材妖娆，确实有吸引男人的资本，只是总想攀附有钱人，抢别人的男人，真的不觉得羞耻吗？你对我很有敌意。何婉初淡笑着微抿一口咖啡，眼前的妹妹长得一副乖巧模样，却是眼神够毒辣，让她觉得后背都一阵发凉了。你还知道啊？哦。何婉初越听越迷糊了。刘文熙也不兜圈子，一脸鄙夷地说：何婉初，你之前抢我表姐的丈夫，他还一个劲地说你是无辜的，我现在算是看清你的真面目了，你就是惯爱装白莲花的楚楚可人，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拜金女，自己没有匹配的家世，还要挤破脑袋的想要嫁给富二代，
你们从小地方来的人，是不是都这么爱钱啊？李霆锋是你表姐夫，难怪一样的强势没礼貌。刘文熙端起咖啡就要泼他一脸，竟被赵怀征一把给拦住了。滚烫的咖啡一滴不少的都洒在他身上，干净的白衬衣瞬间一团污渍了。你没事吧？赵怀征不顾胳膊烫得发红，反而一脸关切地问何婉初。如此的痴迷就更刺激刘文熙了。赵怀征，是他先动手打我的，你为啥不问问我痛不痛？他这番话也太绿茶本茶了。那也是你该打。他说完，冷眼迎上刘文熙的目光，不客气地说，我有警告过你，是我死缠烂打追的何婉初，你要想伤害她，就是跟我反目成仇。我知道你跟叔叔吵架后一直过得不顺心，甚至有些拮据，他根本不是偶然出现，就是特意接近你的。你恐怕不知道吧，当年他就是因为缺爱才死死纠缠我表姐夫的。何婉初就是见一个爱一个，不择手段的女人，也就你被她蒙在鼓里，还把她当个宝。不许你这么说她。李霆锋伸手将他护在身后，冷冷地瞪一眼恶语伤人的刘文熙，却被他回瞪一眼。前表姐夫，你跟我姐才刚离婚，就迫不及待地来守护前女友了。今天真是热闹，前男友和现男友都在场，就看他想要哪一个了。刘文熙讥讽的眼神落在何婉初的脸上，有些发烫，却并没有让他情绪失控，一脸淡漠地推开李霆锋的手，才又望向一旁的赵怀征，让他们前表姐夫和前小姨子好好的叙叙旧，我们回家。赵怀征主动牵住他的小手，两人在他们的注视下相依偎着离开了。他们都交往快半年了，彼此的信任度还不至于因为一个小丫头的话而轻易就一拍两散。路尽头是一个公园。说吧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何婉初坐在长椅上，一脸淡漠地盯着他，心里却有些吃味了。赵怀征只是摇摇头。没关系吗？他试探地低声问，就是上过一个幼儿园，算有关系吗？不算。何婉初被他逗乐了，见凝重的气氛有所缓解，赵怀征才敢挨他身边坐下。姐姐，我在姐夫公司上班这事没有瞒你吧？我家里有个公司，这事也是第一时间跟你坦白了吧？对。何婉初感觉自己好像要被绕进去了。我爸妈你也都见了，那我啥时候能见叔叔阿姨呀？我实在怕。赵怀征俊逸的脸，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，就让何婉初心疼地摸一下他脸。你把心放肚里，我早晚带你见他们，只是他们现在正环球旅游，估计没个1年半载回不来，要不你再等等。其实他的家世也没太差。姐姐，我们要不先偷偷把证领了？他终于说出藏心里许久的话了。那个，我正有电话打进来。何婉初一脸恐婚的想溜走，却被早预判到的赵怀征一把给拽进怀里了，一脸情深的逼问道：姐姐，你来把话讲清楚，谁的电话比咱俩领证还重要？全剧终。